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心灵档案频道，这里是你通向财富自由的捷径，我们将一路陪伴你，带你冲刺人生的财富巅峰。咱们都知道，赚钱这事儿就像打游戏，早早觉醒，越容易开挂走向成功，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治焦虑的良方就是立即行动。记住，种树最好的时机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，别再拖延，赶紧跟上节奏。今天我将分享5条超实用的赚钱认知，帮你更快打通这场财富游戏的关卡，成功不再遥不可及。1. 穷的不是钱包，是脑子。生活中，许多人都在为改变贫穷而努力，想着通过一些外部的机遇来获得财富，殊不知他们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，财富的来源和去向根本取决于我们大脑里的认知和思维方式。那些忽视这一点的人，即使一夜之间获得了丰厚的财富，最终也会因为自身的思维方式限制，无法驾驭这些财富，甚至反而更快地失去它们。我们常常听到新闻报道，一些平凡的人突然中了100万甚至1000万的彩票，兴高采烈地拿着这笔钱开始豪购奢侈品、名车大宅，生活一下子变得富足多彩。但是等到这股兴奋劲过去，钱也差不多花光了，再回头看，原本看似美满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那些曾经觉得理想的名车、豪宅逐渐变得平淡无奇，带来的满足感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殆尽。看似一笔意外之财，最后却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好的人生，反而有些人因为过度挥霍，甚至陷入了更加困窘的境地。然而，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，反而是许多发财者的共同命运。中得大奖后，这些人并没有清晰的理财观念和投资眼光，钱到手后很容易被快速消耗掉，一夜暴富的幸福感很容易让人陷入盲目消费的陷阱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，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能够消费的物质财富，而是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思维方式。如果说财富是金钱，那正确的思维和认知就是财富的土壤。只有通过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，才能确保财富在我们手中不断增值。让我们看看那些真正富有的人，他们不仅仅会享受当下的财富，更会把它用来创造更多的价值。例如，有些大老板虽然一开始也不过是普通人，但他们通过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，形成了独特的商业眼光和战略思维，逐渐拥有了能让他们财富增长的能力。即使手头一时没有资金，他们也能通过自身的资源、团队和认知带领公司走向成功，获取更多的利益。而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人，可能会因为一个错误的投资决策或贪婪，导致整个事业崩塌，甚至陷入困境。甚至有些老板，即使手头有不少资源，也可能因为思维上的误区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。这是因为他们过于追求眼前的浮华，忽略了基础建设和内在认知的提升。正如那句老话说的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船自然会到达桥头，但如果没有好船掌舵，再大的桥也难以跨越。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不仅要有好的资源，更要有认知的眼光，知道如何将这些资源变成可以长久增值的资本。如果将钱财看作一种资源，那么我们所需要的脑袋就是这些资源的管理者。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认知，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游刃有余。当你具备了高维度的思维方式，你就不再只想着如何快速消费眼前的财富，而是会关注如何将这些财富合理分配，如何投资，如何让它们增值，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目标。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，财富也会逐渐趋向自己，成为生活的推动力，而不是束缚。此外，不同的人对财富的认知也大不相同。有些人会把财富看作是人生的终极目标，一切围绕着财富展开，最终发现财富的积累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幸福感。
相反，他们变得更加焦虑和孤独，甚至失去了生活的意义。而另一些人则把财富视为实现理想的一种手段，他们更注重的是如何通过财富去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，去提升自己，去帮助他人，去实现自己更高远的理想。对比这两者，前者虽然财富满仓，但内心却是空虚的，而后者虽然财富未必最为丰厚，但内心的充实与幸福却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，许多人常常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。我们都在不断追求物质的富足，但却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：穷的不是钱包，而是脑袋。因为贫穷的根源往往不在于金钱的多少，而是在于思维方式的局限。当我们始终把目光集中在外在的财富上时，可能会错失真正的机会。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，学会如何合理规划和管理自己的财富，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站稳脚跟，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。财富从来不是外部给予的，而是内心认知的体现。提升自己的认知，才是摆脱贫困的真正捷径。2. 别瞎跟风，小心把自己跟疯了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多少人就这样被眼前的繁华诱惑，轻易地跟着潮流去走，未曾停下脚步去思考过。说起跟风，其实并不单单是人们看到某种事物兴起后去追逐那么简单，它背后是一种深深的从众心理。这种心理的根源可能来源于我们的生物本能。我们害怕错过，害怕与众不同，甚至害怕孤独，仿佛只有在众人之中才能找到归属感。然而，正如我们在许多领域看到的那样，跟风并不总是能带来好的结果。或许在短期内，你会因为跟着潮流跑而体验到一时的满足感，但回头一看，你发现自己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而这段时间本可以用来做一些更有意义、更能够提升自己的事情。比如，火锅店门前的长龙队伍，表面上看去好像是食物特别好，实际上也许只是因为宣传或者是某个时段的促销，你只是跟风排队，想尝尝这份新鲜，却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。吃过一次，可能就觉得没啥特别的，这个时候浪费的时间已经过去，而在这段时间内，你完全可以做些别的事，去提升自己，或者去完成一些原本计划中的目标。这就是跟风的一大危害，它让你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目标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机会，变得只会随波逐流。再说说那些快速崛起的行业和热门的投资机会。每当某个行业快速爆发的时候，总会有人迅速跳进这个市场，希望从中分一杯羹。谁不想发财呢？毕竟大家都说机会不等人，但事实是，很多人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个行业背后的真正价值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只是在看别人成功的表象，盲目跟风，而这样的选择往往会带来失望。你看，有多少人因为跟风进入了某个行业，最终却因为缺乏专业知识、判断失误而陷入困境。这个过程中的损失，不仅仅是时间，还有精力和金钱。跟风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的损失，更多的是对人生的迷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在追逐一个看不见的风筝，一直在追赶别人的脚步，却从未静下心来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们看到别人努力工作，投资成功，拥有名利，似乎一切都那么完美，于是心生向往，急于追随。可问题是，每个人的路径都是不一样的，你的目标、兴趣和优势与别人并不相同。如果盲目的跟随别人的步伐，不仅会让你迷失方向，甚至会让你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，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价值。那么，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跟风现象，走出自己的路呢？首先，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。无论外界如何喧嚣，真正能让你过得更好、更成功的，始终是你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生活的判断。你要知道，别人走的路未必适合你，自己喜欢的行业
热爱的事业才是你应该去追求的目标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学会耐得住寂寞。很多时候，强者之所以强，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外界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，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即使看起来与大多数人不同，但正是这种不同，才让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。如果我们能做出这样的改变，哪怕有时被旁人当作异类来看待，我们依然应该感到骄傲，因为走出自己的路，敢于与众不同，终有一天，成功的果实会挂满你的枝头。而当你站在山顶时，那片新鲜的空气才是属于你的奖励。反过来，那些盲目跟风的人，最后只能在茫茫人海中迷失在自己曾经选择的路上，后悔不已。所以下一次再遇到热潮，看到别人排队，看到某个行业火爆，记得要停下来想一想，自己真的喜欢适合这个吗？不要随波逐流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而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出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选择。3. 没人气还想赚钱，醒醒吧！当今社会，尤其是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背景下，市场和竞争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曾经的街头摊位、商场铺位，现在变成了网络上的虚拟摊位。曾几何时，我们只需要通过简单的广告或是口碑传播，商铺就能自己吸引来源源不断的顾客。而如今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几乎都被网络、社交平台所包围，随便用手机滑几下，商业的机会就在眼前。而如果没有人气，这些机会对你来说也不过是镜花水月，触手可及却无法真正得到。不妨想象一下，明星之所以能够赚得盆满钵满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作品，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背后拥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粉丝。粉丝们不仅仅是他们的观众，还是他们的支持者。他们的存在让这些明星在网络时代获得了强大的市场营销力。明星的生活、粉丝的互动和社交平台的关注，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。其实，这种人气的背后，不仅仅是为了追逐风头，更是通过这些人气获得更多的曝光和市场机会，进而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。而如果你想要在这个社会上谋得一份成功，如何获得粉丝，如何积累人气，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。想要获得人气，首先必须理解这样一个道理：如今的社会不再是求别人买东西的时代。我们常常在街头巷尾看到许多小商贩，他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和低廉的价格吸引着顾客，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广告宣传，顾客自然上门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市场越来越透明，商圈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，简单的价格优势已经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，更多的是需要通过个人魅力、品牌形象，甚至是社交平台的运营来吸引顾客。要想走得更远，绝不仅仅是靠价格，更要靠人气。接下来，我们要说说如何能够吸引顾客，培养人气。想要让别人关注你，首先要有独特的吸引力。无论是个人魅力，还是通过创造有趣、独特的内容吸引人们的注意力，都是必要的条件。就拿短视频来说，一些平台上的网红，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流量的前端，靠的就是自己在内容上的不断创新和独特的表达方式。你可以看到，有些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，积累了数百万的粉丝，甚至能够通过这一点获得可观的收入。而这些人能成功的背后，正是他们通过个人魅力或者创意内容，成功的吸引到了大量的关注，才形成了如今的影响力。想要获得人气，除了内容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互动。如今，社交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播的工具，更多的是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。你能够与粉丝建立深层次的联系，不仅能够吸引他们的关注，还能培养出一批忠实粉丝。尤其是对于一些小商家来说，与顾客的互动关系尤为重要。
通过及时的回复、有效的沟通，能够增强客户的信任感，从而提升客户的忠诚度，这也是商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但同时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，积累人气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许多人在刚开始做生意时，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，可能会面临人气不足的问题，甚至很难吸引到第一批顾客。这时，往往会有一些人感到沮丧，觉得自己没有天赋，可能永远无法做到有足够的关注和人气。但是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创新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。关键是要有耐心，付出实际行动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魅力。这种努力往往会在日积月累中展现出成果。比如，通过不断优化自己的社交平台内容，不断与用户进行互动，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人品牌或商业形象。时间久了，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你，支持你，最终形成一种人气聚集的效应。每一个粉丝的背后都是对你认可的体现，而这些认可会成为你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4. 抓机遇，别抓瞎。机遇的确不是随处可见的，它是一种偶然的存在，但它也并不神秘。有人常常认为，成功的背后必定有一段艰辛的历程，或者是一位机智的导师，或者是某种幸运的巧合。但实际上，机遇更多的是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。很多人都知道，机遇无时不在，但却从未见过它的踪影。你说它像阳光，照耀大地；你说它像大海，扑面而来。但实际上，机遇更像是一个不声不响的旅客，它只是站在路的另一头，等待着那些愿意冒险的人走向它。举个例子，某个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在一家工厂工作，每天忙碌疲惫，工资也仅仅够糊口。可某一天，他偶然听到一位同行在讨论一个新的项目，说这个项目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带来数倍的利润。这个消息一开始只是他茶余饭后的闲聊，但突然之间，他猛然意识到，这或许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。他开始通过网络、书籍和其他渠道了解这个行业，收集信息。慢慢的，他发现了这个行业内的一些市场空缺，有了初步的概念，便决定行动。他没有等待天降馅饼，也没有问别人是否愿意和他一起投资，而是选择了自己动手。几个月后，他真的成功的在这个领域立足，不仅赚到了比工资高得多的钱，还实现了生活的跨越式进步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也许该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普通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抓住这个机会，而其他人却没有呢？答案很简单，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平庸所束缚，反而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区，去寻找新的突破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很多情况下，机会并不直接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而是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。假如这个人每天只在工厂里死守着那份微薄的收入，不去探索外面的世界，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发现那个赚钱的机会。不管这个机会是通过某个朋友的推荐，还是一次偶然的网络搜索，关键是他意识到了这个机会，并付诸实践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种事情不过是运气而已，凭什么就能成功呢？其实，运气也并不是靠等待来的，而是靠行动和准备。你从不去寻找机会，机会也从不会主动找上门。抓住机遇，既需要眼光，也需要行动。没有眼光，只能迷失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；没有行动，再好的机会也将无从谈起。真正有眼光的人，会把平凡的机会变成自己成功的起点，而有行动的人则会将机会变成现实的财富。再者，机会有时也是自我赋予的。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，机会是从外部世界传递给我们的。很多人因此选择了等待别人来告诉他们哪里有赚钱的机会，等待别人给自己指路。而实际上，机会往往从个人的内心开始。当你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得更多，
做得更好时，机遇的种子便已经悄悄地在你心中发芽。当你开始关注那些别人不曾注意的细节，或许机会就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角落悄然生长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机遇似乎只是一个偶然的瞬间，而实际上它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心血与汗水。每个人身边的机会都需要你经过一番努力去发掘，并且通过行动去兑现。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失败和挫折，但这些都是你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。很多人错失机会，不是因为没有眼光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抓住机遇而付出实际行动。而实际上，正是那些敢于冒险、敢于行动的人，才会在众多机会中脱颖而出，赢得成功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，比如乔布斯。谁能想到，在他被苹果公司解雇后，竟然会创办了另一个改变世界的公司 NEXT。 若不是他当时毅然决然地从苹果辞职，或许他永远都无法遇见另一段崭新的机遇。或许你会问，那时乔布斯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资源与背景，那么他又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？但正是这个冒险，才造就了他在科技领域的非凡成就。机会从来都不是平白无故就来到的，它是靠着你敢于出发、敢于尝试、敢于付出汗水和时间去实现的。说到底，机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会随着时光而变化的。我们所需要做的，就是在自己有准备的时刻去迎接这些机会。当时机来临时，你的眼睛要够明亮，脑袋要够清晰，行动要够果断。而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再犹豫，不要再躺平等待，让机会擦肩而过。5. 眼光放远点，别盯着眼前仨瓜俩枣。想赚大钱，先得学会看远一点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难就难在多数人舍不得眼前的利益，或者根本没那个耐心去等待回报。就像一个刚学会捕鱼的人，如果他只盯着水面上的几条小鱼，拼命下网，最终可能鱼是捞到了，但很快水里的鱼就被捞光了，后面什么也剩不下。而聪明的人会想办法建一个鱼塘，养鱼、繁殖，等到鱼群壮大了，收获自然源源不断。这就是格局的不同，注定了未来的财富天花板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成功人士的发家史都印证了这个道理。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往往愿意付出，甚至吃亏。他们懂得舍得，舍掉眼前的蝇头小利，换取未来的长远收益。举个例子，某个餐饮店老板刚开业时，不是急着赚钱，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提升菜品、服务和顾客体验上，甚至愿意免费赠送一些菜品，让顾客先体验，让口碑传播出去。短期来看，这似乎是赔本买卖，但长期来看，积累了稳定的回头客，餐厅的生意自然会越来越好。相反，那些只想着短期赚快钱的人，往往做不长久。他们可能会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，比如减少用料、缩小分量，甚至偷工减料。这样做的结果是，顾客体验越来越差，最终导致顾客流失，生意每况愈下。类似的情况在各行各业都屡见不鲜。许多企业倒闭的根源，并不是市场环境不好，而是自己没有长远眼光，把客户当成了一次性资源，而不是长期的合作伙伴。不仅仅是做生意，职场上的道理也是一样的。有些人工作时斤斤计较，遇到多做一点的事情就推三阻四，生怕自己吃亏。但其实，真正能在职场上升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愿意承担更多责任、付出更多努力的人，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，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，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回报。那些光想着偷懒，只做分内事的人，最终只能被淘汰，甚至连原本的饭碗都保不住。还有一些人喜欢独吞资源，不愿意分享，也不愿意帮助别人。他们认为自己手里的资源越多，别人就越依赖自己。但事实上，这种短视的做法，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孤立，
甚至被排挤出圈子。真正成功的人，往往是那些愿意分享资源，帮助别人成长的人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帮别人就是帮自己，只有整个圈子都发展起来了，自己才能分到更大的蛋糕。更重要的是，做事要有耐心。很多人失败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们太过急功近利，缺乏长期规划。比如有人投资创业，一开始势头很好，但因为回本慢，就急着变现，结果导致企业失去了竞争力，最终走向失败。而那些真正能成功的人，往往都是愿意长期投入、坚持不懈的人。就像种树一样，前期要耐心浇水施肥，等到树真正长大了，才会结出甜美的果实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这5条关于财富认知的思考，能帮你在追求财务自由的路上少走弯路，少踩坑，真正掌握财富增长的核心秘诀。记住，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认知升级、独立思考、勇敢行动，以及长期坚持。赚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而是一场需要智慧和耐心的长期游戏。如果你想要实现财务自由，就要学会跳出短视的陷阱，放远眼光，打造属于自己的赚钱模式，让财富真正为你服务，而不是成为你的枷锁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帮助更多人打破认知限制，共同成长。当然，也别忘了订阅心灵档案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高价值的财富干货了。我们下期见。